哎，小，我看到很多观众问咱们为什么不拍油车，不是不拍，而是没什么好拍的。怎么会呢？我看现在油车也不少呀。但没有流量呀。怎么会呢？我看销量还挺高的呀。销量高的那些车，会买的人根本就不会看我们的视频，而且那些车这些年都没什么变化，10秒钟就讲完了。就没有年轻人爱看那有变化的油车吗？倒也不是没有，这是最新款的领克03 2.0T 4缸配 8AT， 指导价15.68万，性能比最初的03加还强的同时，价格只比我的3缸贵了5000块钱。不能说伤害极高吧，那也是侮辱性极强。外形变化不大，主要就是前保险杠还把数字写到了脸上。19英寸轮毂标配，轮胎还是 MC6的老搭配，碳纤维尾翼和阀门排气是选配。后备箱从25款以后变成了电动，再也不用担心年纪大了以后支棱不起来。车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，整体的质感依然在线，新车也没有什么气味，后排空间一毛一样。然后车机芯片从8155换成了吉利自研的龙鹰1号，性能有所升级，驾驶辅助功能也进行了升级，但是座椅和音响反而是降级了。接下来聊聊驾驶感受啊，新款03的动力参数非常炸裂，272马力，400牛米，同级无敌。相比3年前的旧款，0-100成绩提升了整整0.26秒，不能说立竿见影吧，那也是聊胜于无。而同价位的电车，你已经可以买到6秒的 L06、4秒的逸派007。当然，这个动力对于一辆油车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。舒适模式 8AT 也非常的平顺，但如果你突然间想要急加速超个车，这变速箱、发动机还得一通操作，响应速度跟电车就没法比。至于运动模式，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我之前的建议，平顺当然是优点了，但既然你马力都这么大了，能不能至少在运动模式整点拳拳到肉的刺激了？现在确实是刺激了，但也有点太刺激了，低速非常的窜，你看，哇，就哪怕上了高速，只要我稍微一碰油门，它就会顶我一下，就这种平顺性在日常不是特别的可用。虽然动力没法和那些优秀的电动车媲美，但是像转向、刹车、底盘这些传统优势也在被追进，甚至还有不讲武德上 MRC 的，连飞坡这块最后的阵地好像也要丢了。除了驾驶感受之外呢，隔音、油耗这些年也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你会发现，如今这个价位，如果你想要买一辆驾驶感受不错、有一定运动感和高级感，还有世界冠军作为背书的纯燃油轿车，那领克03还是一个很全面的选择。拍完了。你这也太短了，3分钟不短了。3年前我们拍过03，新款变化就这么点，你让我怎么拍？而且真让我推荐或者我自己买的话，肯定买07了，动力更强、更平顺、更省油，配饰还更高，只要加这么一点点预算，新能源实在是太香了。有没有可能是03这样的油车成本有限，所以做不出什么太大变化？有道理啊，那我再找辆贵一点的。这是市面上最新的豪华 B 级轿车 A5L， 可以看作是 A4L 的换代，继承了 A5 的大溜背、大掀背和无框车门，整个形面跟比例确实非常漂亮，但代价就是后排空间不是很 L。还有一个比较难评的地方是它的车外门把手是一个机械风味，里面只有一个微动开关，而在它的车内把手是这种机电一体的设计，这个好评。整个内饰的设计风格也有很大的变化，屏幕很多的同时呢，也有奥迪自己的风格，做工也非常的规整，而且这次车内终于有了可以正儿八经放手机的地方。BBA 用户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但是这个车机吧，没觉得比上一代奥迪好用多少，整个仪表屏也是一个简洁朴素的风格。但是和其他豪华品牌相比，已经算是很好用的。再说这个发动机啊，5代 EA888，超高压直喷，可变截面涡轮，低功率也有204马力，比之前 A4L 的40 TFS 还略有升级。即使是这个前驱非 Quattro 版本，也能做到7.9秒的0-100。但日常开起来并不会感觉比之前的老 A4 有什么性能上明显的提升。我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它车重增加了将近200公斤，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双离合调的实在是太平顺了，可能是我开过的最平顺的7
7档双离合之一，比前面那辆03的8AT 更平顺，也比 A6L 的还要平顺。那你可能会问了，为什么它的0-100加速还会更快呢？因为我测的时候用的是弹射起步模式，这时候它的变速箱换挡会更加的激进，更加的拳到肉。如果不开弹射的话，0-100是8.5秒。假如没有新能源的话，这套动力总成我可以给一个高分，它又平顺又省油，动力表现也还可以。但是开了那么多新能源以后，再花30万买个0-100 8秒的车，我只能说由奢入俭还真挺难的。当然它还有一个更高功率的272马力的版本，但我没有开过，店里也没有试驾车，而且价格要到35万起步。除了动力以外 ，A5L 其他方面的驾驶感受还是很不错的，特别是这个底盘加了可调减震以后，我觉得放在整个豪华的中级轿车里面都是第一梯队的水平。但是还是那个问题，当你开过了 E5L6 速鑫 MAX 001以后，就很难再对这种底盘产生惊艳的感觉，更何况那些电车还有 RS 级别的动力。虽然吐槽了这么多啊，但是此时此刻，如果你想买辆豪华品牌的燃油中级轿车 ，A5L 还真就是把驾驶感受和智能化做得最全面的那个。毕竟有华为智驾加持，甚至上了2个激光雷达。但如果你真要买的话，我个人建议可以等它的价格再飞一会儿。那拍完了？不是，车贵了这么多，片子也没变长呀。没办法呀，10多万的油车跟新能源还能打得有来有回，待会儿20-30万，不说差距更大吧，那也是全面碾压，无论是动力、底盘还是智能化。哎，别的不说，一样30多万的 E5 跟 A5，我肯定选 E5。但E5没有4个圈呀。4个圈很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好吧，确实挺重要的。反正我意思就是，我现在很难去给人推荐油车，特地拉出来吐槽一遍也没什么必要，那就不拍了呗。那为什么油车还有这么多的销量呢？多方面原因吧，有些是出于个人喜好或者消费惯性，比较认品牌；有些是实际情况确实不方便用电；有些是打算长期持有呢，油车确实会更稳定。但是从长期来看，油车被新能源取代肯定是大趋势。就没有那种取代不了的油车吗？倒也不是没有。这是国内目前最新最火的燃油性能车丰田 GR 雅力士。资深汽车博主不说人手一辆吧，那也是人手一辆。从某些角度来说，它的键盘值很高，原厂自带 BBS 宽体和碳顶，6档手动托森，全时4驱，甚至还有水喷。但从某些角度来说，它的键盘值又不高，发动机是3缸，前麦弗逊后双叉臂全缸，内饰素的像10多万的丰田一样。但开起来真的很爽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一滴遮百丑，一中毁所有。这车能在拥有280马力4驱的同时做到1.3吨。1.3吨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一辆星越，0.7辆 Model 3，半辆001。这样的推重比就让这辆车开起来非常的轻快，再加上手动变速箱传动非常的直接，它这个动力响应啊，其实可以和很多的电车媲美，只不过需要你去手动换挡。但是呢，它这个手动变速箱有 IMT 转速匹配功能，让我这种手动挡菜鸟也可以开得很平顺、很轻快。而且这种轻快感，它不光来自动力，它是全维度的。这个方向盘有一定的分量，但车身开起来好像没有分量，指哪打哪，超级灵活。前轮转角有多大，剩下的抓地力有多少，都可以从方向盘上获得反馈。它的刹车反馈也很直接，我踩多少力它就刹多少力，不像很多电车的刹车，它就是一个有行程的开关。它这个悬挂虽然说没有什么可以电调的东西，但就是有一种纯粹的乐趣，直接、真实、坚挺又稳定。而且原本我对这种短轴距偏硬的底盘飞坡不抱什么期待，但没想到表现相当的不错。你可能会说，有些优秀的电车也可以跑得很快，很有乐趣。我承认我也开过，但那些电车开起来的感觉就是我坐在这发号施令，然后它来给我忠实执行。但是像 GR 雅力士或者 BRZ 这种车就不一样，我不仅仅是旁观者，我还可以参与到这一整套精密设备的运转当中去，
去感受机械的魅力，去追求游离配合的完美，去和车子共同成长。这个过程中，你会感觉到车子是你的伙伴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工具。所以，如果你家附近刚好有这么一条山路，有几个好基友，同时又没有女朋友的话，那买这么一辆车实在是太好玩了。但如果你像我一样上有老下有小，要开个2个半小时的高速才能到山路的话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先说这个发动机吧，作为全网最爱三缸的博主，我对这台 1.6T 三缸还是很有发言权的。它原地怠速其实不陡，但开在路上2000转以下给油，它是又陡又没力，和普通的4缸机转速压到1200以下是一样的感觉。我那台3缸感觉低扭的比它强，所以日常你想要把它开出轻快感，基本上得把转速拉到3000甚至4000转以上。红绿灯起步想跟上前面的电车的话，就会很不从容。一通操作猛如虎，一看码表65，就会感觉自己很精神。第一扭差其实不算什么大问题啊，因为你很少会用上它的低转速区间，它的齿比又大又密，转速攀升很快，80巡航就2000转了，120巡航3000转。实测60巡航车内噪音62.7分贝，80巡航65.8分贝，120巡航73分贝。噪音大其实也不算大问题，只要你听久了也就什么都听不见了。我个人觉得最难受的是它的离合器，行程很长，结合点很深。平时开嘛，快节奏换挡还好，但若碰上堵车要长时间的半联动，那就是灾难了。我一脚跟为支点慢慢抬的时候，踏板会在我鞋底滑动，如果鞋底花纹比较深的话就会卡住，连着踩几脚踏板就滑到脚后跟去了，这时候脚尖会被上面卡住。但 BRZ 就没有这个问题，它的离合行程比较短，基本上用小腿就可以控制，而且坐姿比较低，踏板跟鞋底基本上没有什么相对位移，所以这车我只能中午开，因为早晚会累死。那你可能会说，它虽然累，但是好玩啊。那我得告诉你，这车日常开其实并不好玩，它的极限太高了，四驱太稳了。它不像 BRZ MX-5 或者伊兰特 N 那样，我可以通过转向、油门、刹车的配合去控制它推头或者甩尾能玩起来。它有着一种和它的轴距不相符的稳重感。我相信它跑赛道或者跑拉力肯定会很快，但日常开起来就是一个无趣但是很轻快的轨道车。所以要买这种车呢，你得拥有或者开过很多不同风格的车，买它就图个特立独行，想换换口味，但这就比较考验经济实力了。说到经济实力啊，这车裸车就得40万，用车成本也不低，一个3缸要加98号油，加满一箱只能跑400多公里，然后改装件也又少又贵的。不得不说啊，如今玩油车就是烧钱，玩这种有情怀的小众油车特别烧钱。你看，像这种纯玩乐属性的车啊，电车短期内肯定取代不了。那为什么不拍呢？一方面我们不是那种很会玩车的人，这个账号也不是那种玩乐属性的账号，专业不对口。另一方面，我自己对这种车也不像从前那么兴奋了。正常啊，年纪大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是选择变多了，好开的电车越来越多了，对油车的兴奋阈值就提高了。有没有可能是你开的油车不够多不够贵呢？开玩笑 ，S4、M2、Emira、4叶草、M76、718、GT4 RS， 大牛、小牛、大马、小马我都开过，确实很不错，但开过也就开过了，没有那种想要拥有的冲动。冲动也没用啊，你一个也买不起。你说得对。但就算买得起，我也要说，100万以内，如果你开过 Model 3P 以后还想买油车，那算你真的喜欢油车；1000万以内，你开过 Taycan Turbo S 以后还想买超跑，那算你有实力。照你这么说，电车已经这么好了，那油车就没有什么意义了？倒也不能这么说。燃油车诞生至今140年。早已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，让我们习惯了它的存在。它能给人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。在最后一滴油耗尽之前，油车都可以保持性能的稳定，而新能源电量下降后，必然伴随着性能的下降，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。也就高温高海拔工况能让油车受影响。即使油表亮起报警灯，你也可以相信前方一定会有一个加油站，5分钟之后又是一条好汉。而每一个陌生的充电站都像一个盲盒。因为这种事儿见多了，我至今不敢买纯电车。
只要制造工艺完善，保养得当，10多年的油车还是一条好汉。而电池会不可避免的衰减，老电车的使用体验令人担忧。除非买蔚来去换电。齿轮轴承阀门这些部件的工作原理和工艺材料都很直观，不仅可以让人感受到机械的美感，也便于维修保养。而新能源的电池、电机、电控这些东西，虽然技术含量也很高，甚至比油车更高，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太抽象了。它就像一个黑盒一样，你很难跟它产生情感的共鸣，坏了也基本上没法修。除了上面这些优势以外，还有驾驶感受、排气声浪、坐姿、改装、可玩性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。但是咱们不得不承认啊，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、基建设施的完善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，上面那些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被解决。新能源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，油车的优势会越来越少，到最后油车可能就变得像机械表一样，成为一种玩物爱好。但车跟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表是用来看的，车是用来开的。想要感受到燃油性能车的魅力，你除了有经济实力之外，还得有一定的驾驶水平以及允许它发挥性能的场地。如果你没有亲身体验的话，光听我在这讲，很难感同身受。所以作为车迷，作为内容创作者，我们这些年的心情还挺复杂的。我是看着油车、听着油车的故事长大的，但这些年油车确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燃油性能车的内容流量也越来越差，因为大家不关心了，年轻人不把这些东西当作憧憬的目标了。而另一边，新能源的发展日新月异，突飞猛进，每隔几年甚至几个月都有新的东西，流量也很高。开过的新能源越多，过去那些滤镜剩下的就越少，真正称得上好玩有意思的油车也越来越少，同时门槛越来越高，你需要放弃掉实用性、经济性、舒适性，而买电车你只需要放弃买油车的念头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频道不怎么拍油车的原因了，不是油车没有吸引力，而是电车更有性价比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如果将来赚到钱了，可能还是会买辆911，但更多是为了圆儿时这个梦想，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开起来有多么的优秀。有时候我会羡慕3年前的自己，那时候的他还有一个没开过太多电车的脑子。不知道大家对于油车跟新能源怎么看呢？你们曾经的梦想之车和现在的梦想之车还是同一辆吗？还是油车吗？你们这些年家里的车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故事，同时不要忘了点赞投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